神河源，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名字。据传，这里曾是出产双穗麦禾的祥瑞之地，也是秦汉两朝皇家园林上林苑的一部分。然而，这片土地下隐藏的秘密远不止于此。2004年春，神河源上，西安财经学院新校区的建设，意外揭开了一个神秘墓葬。一支专业队伍的探产下，一座帝王级墓葬惊现，4条墓道昭示着其非凡规格，打破了神河源的宁静。这座墓的主人是谁？会是考古界苦苦寻觅的西周亡灵吗？未知重重，悬念迭起，考古队却踏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之路。盗洞、火烧痕迹，打击连连，考古队仿佛步入绝境。然而，当黄土被揭开，墓主竟是一位女性。为何一个女子能享有天子驾六的殊荣？墓中出土的未知物种异手坑和象牙蒜绸，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而那个传说中的毁墓真凶到底是谁？在这期视频中，眼见古今将带您一同走进神河源大墓，随着考古学家的铲子，揭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一窥这座大墓的冰山一角，感受其背后的传奇色彩与未解之谜。2004年5月，西安财经学院新校区的建设即将拉开帷幕，而一场意想不到的考古探险即将在神秘的神河源上演。夕阳的余晖中，考古勘探队负责人贺建红接到了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消息：工人在地表之下似乎触碰到了一段疑似墙体的结构。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考古工作者心中的涟漪。这片历经多次考古勘探的土地，难道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为慎重起见，考古队决定第二天加派30多人奔赴现场进行大面积勘探。而勘探的结果更是让人震惊。这是一座带有4条墓道的亚字形墓，这种规格只有天子或王后才能享有。在这片被称为东方帝王谷的神秘区域里，先后有西周、秦、西汉、东汉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那么神河源出现的亚字形高等级大墓会是哪位帝王的陵墓呢？西周亡灵所在何处，一直是商周考古的未解之谜。数十年来，一代代考古人都在寻找他的下落，却一直未果。这次神河源上发现的大墓，会不会就是他们苦苦寻觅的西周亡灵呢？据史料记载，周文王定都封京，周武王迁都镐京，两京隔汾河相望。周朝都城就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距离这次大墓的发现地点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墓葬规模形似王陵，发现位置与都城遗址相距不远。神河源上的这片土地是否即将重现传奇？西周亡灵似乎就差一个确凿的证据。经过商议后，考古专家决定对神河源大墓进行保护性发掘，组织当时考古所最精干的人员前往神河源一探究竟。然而，在挖掘过程中，一个不寻常的迹象让考古队陷入了沉思。在西墓道和东墓道的交界处，墓道似乎打破了黑炉土层。黑炉土，这种黄土高原特有的土壤，由黄土母质和草木腐殖质层交织而成，厚度约80至100厘米，形成于西汉初期，距离西周时代至少600年。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它是判断墓葬年代的一把钥匙。神河源大墓的这一发现，让专家们感到一丝不安，他们对古墓的年代产生了疑问。黄土高原的土壤松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地不断变化，而黑炉土层厚达近1米，大墓的开口却只突破了这层土壤的一小部分。这是偶然的吗？还是说，这座古墓实际上属于西周之后的时期？紧接着，神河源大墓的草图让考古队的猜测再次动摇。古墓的主要通道是东墓道，其形状上宽狭窄，类似梯形，这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墓葬的常见设计。
难道他们的初步判断错了？古墓并非西周时期的产物。在现场勘察中，大墓的封土情况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墓葬上方的土层比填土堆积要晚，意味着墓葬并没有太多的封土。封土是坟穴上高出地表的土丘，从春秋战国开始，帝王们为了彰显身份，开始在陵墓上方堆砌封土。神河源大墓不见封土堆，这与西周时期墓葬不封不树的特点相吻合，这又给了考古队一丝希望。可是墓口位置打破黑炉土层，墓道剖面呈现梯形状态，这些现象又都指向墓葬年代偏晚的可能。神河源大墓变得越发扑朔迷离起来，找到确切的实物证据成为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对所有参加发掘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开一个深埋上千年的谜团。大墓的轮廓在勘探工作中变得清晰了起来。经过勘探表明，陵园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548米，东西宽312米，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陵园外设赵沟，内筑夯土陵墙，东西南北陵墙中部各置一门，并建有门阙。另有夯土隔墙，将园内分为南北两区，隔墙中部亦开设一门，北区南北长410米，中间偏南的位置就是带4个斜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大墓墓框东西总长约135米，南北宽约110米，其中墓室长约29.6米，宽约26.1米，深约12.3米。考古专家还在大墓四周勘探出数座从葬坑。如此规模的墓葬面积，考古发掘史上或许只有陕西秦宫1号大墓可以与之媲美。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神河源大墓的发掘成果日益丰富，原有的从葬坑基础上又增添了2个新发现，使得从葬坑的总数达到了13座。这些从葬坑如同夜空中的星辰，有序地分布在墓道两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下世界。亚字形的墓葬规制展示了古代葬俗的严谨与神秘，庞大的陵园面积更是彰显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而众多从葬坑的存在，无疑为这座大墓增添了一份沉重的历史分量。然而，在东墓道的剖面上一处塌陷的出现，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个塌陷区域被命名为3号灰坑，它的出现像是古墓深处传来的一个警告信号。墓室塌陷的原因多种多样，最让人担心的莫过于盗墓贼的光顾。经过一番紧张的勘察，考古队初步排除了盗洞的可能性，但这并未完全打消他们心中的疑虑。3号灰坑的下方，一个更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个长条形的塌陷坑，面积略小于 3号灰坑，命名为 5号灰坑。与此同时，西墓道的断面在局部刮铲之下，一个重要信息出现了。考古日记中写道，8月6日出土了一件残器盖片或是顶盖，时代可能到战国，或是此前后的墓葬，墓主仍无法推测。墓道中出土的战国器物残片几乎推翻了关于墓葬史西周亡灵的猜测。但考古学是一项极为严谨，同时又充满未知性的学科，对于这么单独一件，而且又是发现于墓道中的器物残片，专家们不敢妄下定论，他们急需一个实物证据再次确认。墓葬的庞大规模让发掘进度依旧缓慢，1个月过去了，秋意渐浓，发掘深度仍显不足。秦宫1号大墓的发掘耗时10年，而神河源大墓的规模与之不相上下。专家们心中清楚，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战国器物残片的发现让他们心中的疑问愈发强烈，他们迫切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来判定大墓的年代。主墓室的发掘进展缓慢，专家们决定转换策略，将重心转向从葬坑的发掘。神河源大墓拥有13座从葬坑，这些从葬坑相较于大墓来说容易清理，
而且里面或许会有一些关于墓葬信息的重要证据，它们像是古墓的秘密档案，等待着被揭开。最早获得成果的是位于大墓西南的车马陪葬坑，编号 K8。考古队员经过将近1个月时间的铲刮、覆探、下挖至距离地表将近1米的深度时，这座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从葬坑才第一次露出了久违的轮廓。接下来从坑内填土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获得了更加珍贵的考古信息。填土中发现红陶蓝纹斧残片、有烟胎以及袈裟陶缸残片，从特征看为战国晚期至秦时期遗物。坑内底部清理出了2只镶金银转珠，可能是马或龙头上的小饰件。据此猜测，该坑有车马遗迹。K8 号从葬坑内出土的这些器物，再次为大墓年代的推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坑底的车马事件也将整座从葬坑指向了车马坑的方向，这更加确定了墓主人拥有着十分显赫的身份地位。从清理出的6副马骨和宽大车体上的彩绘装饰物上，不难看出它曾经是一辆精美豪华的马车，它的主人也绝非等闲之辈。一里王度记曰：天子驾6，诸侯驾5，卿驾4，大夫3，士2，庶人1。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等级制度十分严格，人的级别越高，为其驾车的马匹数量就越多。但多到6匹马拉的车在此前的出土发掘中并不多见，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似乎贵为天子。从墓口打破黑炉土层的迹象，以及明显晚于西周的墓道形状特征，再到 K8 号从葬坑中出现的陶器残片，在这一系列的证物面前，神河源大墓的年代终于水落石出。它被初步鉴定为战国晚期至秦代。至此，神河源墓葬为西周亡灵的猜测已经被全盘推翻。专家们寻找西周亡灵的殷切希望再一次落空。然而，这座罕见的大规模亚字形墓葬仍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墓主人的身份显赫，可能是天子级别。纵观中国历史，从战国时期到秦代陕西一带最强大的势力，便是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秦国。那么大墓的主人会不会属于战国时期秦国王侯级别的某位身份显赫的人物呢？难懂说神河源大墓会是秦代帝王陵吗？秦代帝王屈指可数，秦始皇已埋葬于骊山北麓，难道会是秦二世的墓吗？战国晚期在这片区域内，还有谁可以享有带有4条墓道的奢华大墓呢？然而，随着冬季的脚步逼近，天气愈发寒冷，户外作业的难度也与日俱增。考古队计划在 H3 号灰坑清理完毕后，暂时放缓大墓的发掘工作，以待来年春暖花开之时再继续。而就在 H3 号灰坑的底部，一个最不希望看到的迹象突然出现在队员们眼前。随着坑底的泥土被一点点挖开，一个圆形的坑洞赫然显现，它的形状异常规整，正位于墓室的正上方。这个盗洞的存在意味着它与神河源大墓下葬的年代相去不远。考古队员们的士气瞬间跌至冰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盗洞。祸不单行， K8 号车马坑的清理工作也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新挖掘的土层中出现了火焚烧的痕迹，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墓葬被盗的事实。对于考古队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一场大雪不期而至，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神河源大墓。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全面停工，这是一个漫长而煎熬的冬季。一切答案都只能暂时封存于大雪之下，都在等待着考古队员们的揭晓。2005年8月，随着考古队不懈的努力，神河源大墓的北门基址在经历了近半年的精心发掘后，终于重见天日。陵园通道上2000多年前的车辙印记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历史的回声在耳边响起。陵园外的护沟深达2米，
而大墓的4条墓道已基本显露，墓室的最深处已接近10米，主墓室就在脚下5米处，墓主人的神秘面纱似乎即将被揭开。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考古队员们的心情却愈发沉重。主墓室发掘面上突然发现了的新盗洞，这个盗洞的洞壁有近20厘米厚，为砖红色，质地坚硬。洞内壁则呈灰黑色，显然是烟熏的痕迹，唯一的可能就是盗墓者把墓室劫掠后又放火焚烧了墓室，盗洞成了烟道，自然被熏黑烧红。祸不单行的是，新发掘出来的 K10号车马陪葬坑已经证实严重被盗，不仅车体破碎，散乱的马骨也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排列。2个月以后，秋季来临，大墓的4条墓道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然而这座大墓的顶部却全然不见黄长题凑顶板的踪影。何为黄长题凑呢？古代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方堆垒成的框形结构，但紧接着考古专家就在墓室4壁上发现了端倪，这些排列整齐的方形纹路，不正是黄长题凑留下来的印记吗？还有这些清晰的竹席席纹，和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席子，在编制结构上几乎完全相同。问题是，那些黄长题凑的柏木为什么不见了？合理的推断仍然是火，它们应该是在盗墓者的纵火中被付之一炬了。然而盗墓者为何会大肆焚烧墓穴，这一点令人费解。一般图财的盗墓贼都是悄悄盗走文物后赶紧溜之大吉，谁敢这么明目张胆地火烧大墓呢？考古队员们在失望中继续工作，意外地在盗洞拐弯处发现了盗墓者遗留的零星物品，其中一件陶罐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陶罐与盗墓中的随葬器物没有类同件，且与牛骨相伴出土，可能是盗墓贼的饮水器物。神和园大墓陪葬坑均遭到严重盗毁并焚烧，而就在 K12 陪葬坑中，一具神秘的动物遗骸让考古队员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这具遗骸的外形异常奇特，它的骨骼结构似乎介于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点像是10几岁孩子的骨骼，但它的双臂异常长，臂展达到了惊人的 1.6 米，这样的特征与任何已知动物物种都不相符。这个生物的身份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考古学家们在骸骨所在的坑中继续寻找线索，北侧的坑内堆积着大量的禽类遗骨，而南侧则发现了熊、豹子、猞猁等猛兽的遗骸。这些发现让学者们瞬间找到了头绪，这种奇特的生物在生前很可能是墓主人饲养的异兽之一。这种异兽究竟是什么呢？陪葬如此多的奇珍异兽，墓主人的身份越发令人好奇了。转眼间，考古工作就到了12月。随着冬日的寒风刺骨，考古队员们在神和园大墓的椁室中面对的是一幅凄凉的景象。多个盗洞和被烧成红色的填土无情地告诉他们，这座椁室已经遭受了盗掘和大火的蹂躏。考古工作总是如此，失望与希望交织，挑战与发现并行。就在清理椁室东南角 H5 号盗洞的狭窄通道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所有人的心跳加速。盗墓者竟然遗漏了一些随葬品，包括青铜仪、玉圭、陶器等上百件器物。随后，椁室底部也陆续露出了大型的简形壶、石磬和一些小件玉器。这些珍贵的遗物被小心翼翼地送到了考古研究所，期待着他们能够揭示历史的秘密。第二年，2006年春，神和园大墓的发掘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墓室的大门即将打开，大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即将揭晓。自2004年以来，考古队员们在这座被青山绿水环绕的黄土高台上，已经辛勤工作了超过700个日夜，他们的心情在发现与困惑、失落与惊喜之间摇摆不定。尽管最终的结果即将揭晓，但盗洞和火烧的痕迹让考古队员们的兴奋之情大减，他们最多只是抱着一线希望，
期待这座大墓能有一些文物幸免于难。然而当墓室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时，空荡荡的景象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棺椁和陪葬物消失得无影无踪，大火烧过的墓室底部坚硬如砖，只有一些高温融化后的金属残渣和2枚未被烧化的铁钉，成了椁室内为数不多的幸存品。被盗掘一空的古墓，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但如此彻底的洗劫和焚烧却是前所未有。发现了2年，发掘了1年半，却是如此结局。再冷静的人也难免大失所望。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那个从墓室东南角钻进来的盗洞。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盗墓是最卑劣、最见不得光的犯罪，因此盗墓者往往谨慎小心，盗墓时越隐蔽越好，越快越好。但是神和元大墓被洗劫得如此彻底，匆匆忙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在清理椁室底部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田土中掩埋的石磬，这些石磬竟然被用来搭建炉灶的。盗墓者不仅目标明确，甚至在墓中搭建取暖制作食物，其行为之大胆，令人震惊。在直通大墓椁室的早期盗洞内，专家们发现了制作精良的象牙蒜绸。这些蒜绸不仅材质珍贵，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被涂上了红、黑色的漆。这个发现让专家们一头雾水，这些颜色究竟代表着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原来这些象牙蒜绸与古代用于正负数运算的赤黑蒜有关，它们是此类计算器工具的早期形态。红色蒜绸代表正数，黑色代表负数。这一发现将中国使用正负数概念进行运算的历史提前到了战国晚期，比古印度提出正负数4则运算法早800余年。回想起发掘过程中异乎寻常的楚号巨大盗洞，让考古队对盗墓者的身份充满了猜疑。这个团伙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们为何要对这座大墓下此狠手？就在考古队陷入一片迷茫之时，一项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室内清理工作中传来。在送回研究所的近100件文物中，椁室底部出土的随葬器物上竟然发现了重要的文字。一件经过精心清理和修复的大型茧形壶，高达65厘米，其部分陶片因大火炙烤而呈现出红色。这种壶在世间极为罕见，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用于储藏粮食的容器。更令人激动的是，壶身上清晰可见司官字样。据《汉书》记载，司官是为皇后、太后等高等级女性服务的机构，这件器物的出现似乎暗示着墓主人是一位女性。这一发现如同一道光芒，瞬间照亮了考古学者们心中的迷雾。一个特殊的女性形象在秦国历史中逐渐清晰。宣太后、秦始皇的高祖母，以及影视作品《芈月传》中的芈八子。她是战国时期秦惠文王的姬妾，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掌握实权的太后，统治秦国长达41年。她的治下，秦国国力强盛，版图稳固。神和元大墓的规模和陪葬品的奢华，甚至包括2辆超规格的天子驾六，这一切都让人猜测，墓主人是否就是声名显赫的宣太后。然而文献记载，宣太后葬于芷阳骊山，与秦始皇陵相近，位于今天的陕西西安东北部临潼区，而神和元位于西安市以南，两者相距100里，方向南辕北辙。地理位置的差异成为了最大的疑点。神和元大墓的主人会是芈月吗？带着疑问，考古专家继续梳理出土的器物。在椁室底部与茧形壶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石磬，清理后显露出的北宫乐府4个字，让墓主人的性别指向更加明确。北宫乐府专属于后宫的分支机构，为皇后和太后提供娱乐服务。这件乐器的出现再次将墓主人的身份指向女性。那么神和元大墓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综合已有的线索，
经过大量的史料排查，一位先有记载的人物进入了专家的视线，他就是夏太后，秦庄襄王的生母，秦始皇嬴政的亲祖母。根据《史记·吕不韦传》的记载，夏太后独葬于杜东，而杜东就在今天的西安市东南郊区，位置与神河园基本相符。神河园大墓的主人会不会就是夏太后呢？在这座帝王级别的神秘大墓面前，考古专家对宣太后、夏太后这2个可能的人选进行了最后的梳理。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最后2位候选人的条件：同陵园面积、墓葬规格，享有天子驾6的帝王级别。从待遇来看，2位太后的身份都符合这些条件，而且他们都不是正妻，都具有独葬的可能性。但宣太后的埋葬位置有明确记载，是在骊山，与神河园相距甚远。而夏太后的埋葬位置，根据史料记载为独葬杜东，神河园恰恰就在杜东这个大范围以内。因此，无论是陵园面积、墓葬规格，还是地理位置，夏太后墓都是最为准确的。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信息，在北墓道发现了人反复踩踏的迹象，这个泥泞的状态直接表现出墓葬最后完成的时间。关中的雨季一般为6月至9月，而夏太后去世的时间就在夏天。北墓道的遗留状态再次证明了大墓建造时间与夏太后的下葬时间不谋而合。种种迹象都表明，作为神河园大墓的主人，夏太后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后续又经过2年多的艰苦发掘，考古学者们终于得出了一个清晰明朗的结果：神河园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然而，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在等待着破解。盗墓毁墓的究竟是谁？陪葬坑中的神秘动物遗骸是各种生物？迷雾还未全部散开。经过多年研究，有一项推测逐渐浮出水面：项羽，那位威震四方的西楚霸王，或许正是这场破坏的幕后黑手。在大墓发掘之初， H3 号灰坑的盗洞中大量陶俑的出土，为我们锁定了一个关键年代：秦末汉初，那是战火纷飞、英雄辈出的时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秦始皇驾崩，胡亥篡位，秦王朝的根基开始动摇。陈胜吴广起义，楚怀王的豪赌，直至秦2世的末日，强秦的辉煌在历史的长河中瞬间陨落。据史书记载，刘邦虽率先入关，却以仁义示人，而项羽的到来却带来了毁灭。项羽与秦始皇家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他的祖父项燕因秦而亡，这份仇恨在项羽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他攻占咸阳，焚毁秦宫，甚至下令焚毁秦始皇陵，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对秦始皇家族的深深恨意。因此，破坏神河6大墓或许正是项羽对秦氏的报复。这一切只是基于现有证据的推测，但项羽的名字无疑与神河园大墓的破坏紧密相连。2000多年的岁月流逝，历史的真相或许已被尘封，但考古学家们仍在努力寻找线索，以期揭开这段尘封的往事。神河园大墓的秘密仍在等待着我们进一步探索。而那未知的神秘异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英国科学家合作，对这具长臂猿遗骸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 3D 建模和全球现存长臂猿骨骼的比对，研究团队最终确认这只长臂猿属于一个全新的属种，这是一个未被科学记录过的种类。为了给这个新物种命名，学者们翻阅了古籍，根据近代鲍朴子《中君子谓猿未鹤》的记载，以及其可能源自秦始皇祖母陵园的传奇背景，研究人员将其物种命名为君子属和帝国种，最终命名为帝国君子长臂猿。随着西安财经大学新校区的建立，神河园大墓的位置已被现代文明所覆盖，但它所承载的历史秘密和古代智慧却永远地镌刻在了时间的长河中。神河园大墓的故事
是一曲魂断的挽歌，它不仅仅是对一个帝王陵寝的寻觅，更是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追寻。它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永恒？是那些被岁月侵蚀的黄土之下的遗骸，还是那些跨越千年，依旧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历史篇章？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下，埋藏的不只是文物和遗骸，更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和智慧。在追寻历史真相的道路上，我们始终保持着敬畏和好奇。神河源大墓的故事虽然充满未知和谜团，但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相信更多关于神河源的谜团将会逐步解开。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如果对这座神河源大墓还有疑问的观众，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